中国外交部呼吁，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赶紧撤离，到底会发生什么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祥少。近日，中国外交部和驻乌克兰大使馆紧急发布提醒，呼吁目前还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务必加强安全防范，并撤离转移。这是在美国大使馆提醒美国公民离开乌克兰之后，中国依据俄乌局势的发展所做出的新的判断。驻外使馆通知本国公民马上撤离，无非就是因为驻在国发生疫情、战乱等突发事件。就乌克兰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唯一满足条件的就是战乱升级，甚至已经到了难以保障中国在乌克兰公民安全的程度了。有些人会有疑问，在俄乌冲突爆发8个多月之后，还有中国公民在乌克兰吗？当然有，而且还不一定少。因为中国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国，双方的合作涉及包括军工在内的多个领域，需要有中国公民驻乌克兰进行交流。当然还有很多在乌克兰公民是以当地人结婚的情况。那么中国政府和大使馆又为何会通知中国公民赶紧从乌克兰撤出呢？具体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。首先，自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，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，乌克兰也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和变电站等目标。这意味着俄乌冲突进入到了相互攻击民用设施的新阶段。普京虽然说对乌克兰的打击任务完成了，但是只要乌军的报复涉及到俄罗斯的敏感目标，这种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还会持续。也就是说，乌克兰已经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，也不能排除中方对乌克兰的涉华议题上的左右横跳表达不满。在联合国进行的涉及所谓新疆人权问题的投票中，乌克兰先是投了弃权票，但是等投票结束，乌克兰的政策又反悔了，说是自己改为投赞成票。这种玩法原本是想同时不得罪中国和美国，但是仍然会让中国感到不高兴。乌克兰议会的所谓友台小组也是动作频频，这明显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在恶心中国。最后，中国对美国和西方持续拱火，俄乌冲突长期化，甚至出现不可预知的恶化做足准备。就俄乌当前的战局来看，虽然俄罗斯还不至于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，但是双方存在着升级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。在俄军缺少精确制导武器的情况下，不能排除俄军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采取地毯式轰炸的可能。在这种局面下，中国作为非涉事的一方，没办法让自己的公民继续在乌克兰承担风险。总体来看，中国通知在乌克兰公民的撤离，既是对本国公民生命安全负责任的表现，背后也有对俄乌冲突的未来趋势所做出的判断。乌克兰政府在对华态度上的左右横跳，不能坚持自己的底线，甚至在台湾问题上玩火，这些都是非常不理性的。从目前的情况看，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双方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，战争螺旋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。双方相互之间的报复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目标，而是扩展到民用基础设施。这场冲突已经变成了俄乌两国民众的灾难。泽连斯基要是在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时无法独立自主，那么和平的到来将遥不可及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